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赴山海为播鲜粮。电视剧《刑警的日子》因为高亚麟被 AI 换脸引发观众的吐槽，看着既尴尬又难受。虽然他饰演的是配角，但戏份还是挺多的，以至于才播出不到1周的时间，此番 AI 换脸事件已经影响到了该剧的口碑。影视圈里的意外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程毅主演的古装武侠剧《赴山海》剧中女2号演员李凯欣被曝私下发表辱华言论，包括称中国人大部分都是 XX 等相关录音由前助理流出，之后相关话题也迅速冲上热搜。剧方此前已在预告片和演员名单中删除该演员的名字，但正片中仍保留其镜头，引发公众不满。随后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等权威媒体于5月21日集中删除或编辑此前发布的赴山海宣传内容。网友普遍支持官媒立场，并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娱乐，呼吁抵制涉事演员及剧集。面对持续发酵的网络舆论，李凯欣工作室终于回应了，并发声明称网传录音纯属造假，已涉嫌侵犯李凯欣合法权益，要求删除不实信息，并警告将采取法律手段。随后，李凯欣本人也转发声明并道歉，称听到录音时非常震惊，绝非本人所言，强调自己在中国生活近半生，对立场问题绝不会动摇。不过，网友们并不买单。一方面，李凯欣方的声明未能提供实质性证据，且工作室及本人回应已经滞后，加剧了公众对其的质疑。另一方面，李凯欣在外网的表现更加令人愤怒，网友们称他为两面派，早该封杀他了。伴随着此次事件的不断发酵，李凯欣的出身背景被扒出，原来他父母都是名人，父亲曾是一名演员，母亲是新加坡知名主持人，但都因为负面事件而导致他们父母的口碑及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如今自己的女儿也深陷负面舆论漩涡，还是应了那句话：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许多失德艺人因为私生活不检点或者表里不一等行为在互联网上曝光，引发网友们众怒。像李凯欣这样外籍演员，干着吃着中国的饭，砸中国的碗的行径，不仅又一次刺痛了广大观众的情感，也会给社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赴山海》这部剧，原计划于近期上线，但因舆论风波，导致该剧陷入了未播鲜粮的尴尬境地。涉事演员李凯欣在该剧中饰演女2号，其戏份显然不会很少。剧方是进行换演员补拍，还是按照常规操作 AI 换脸，目前还无法得知。而且目前网友对该剧的期待值已经下滑了不少，除了该剧的粉丝们之外，很多自来水观众已经不太看好该剧，不管是用新人演员进行补拍，还是直接 AI 换脸，都难以挽回这部剧在不少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下滑态势。这真可谓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甚至有不少人直接呼吁该剧下架，因为这样的剧方在把关演员方面做得太差了。作为剧中的女2号，这样的核心人员之一，更应该做好她的背景调查。现如今，因为她一个人的错误行为，导致整部剧无法如期播出，这对于其他人员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这样的损失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其实该事件也暴露出剧组选角杯调不到位，尤其是对涉外演员的立场审查存在明显漏洞。过去不少影视作品因为某位演员的失德而导致作品延迟播出或直接下架，这样的问题迟迟的不到彻底的解，着实让人想不明白。尽管现在科技发达，剧方可以通过 AI 换脸来解决失德艺人的问题，但这种现象一旦成为风气，不仅拉低了整部剧的水准，
也伤害了忠实观众，更是阻碍了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影视主创团队在演员挑选方面要多下些功夫，特别是主角更应该进行详细的背景调查，不要被资本裹挟，让真正有实力又有演技的演员拿到更多的优势资源，让那些失德甚至犯法的艺人远离这个行业，有利于整个影视行业向规范化发展。一觉醒来天塌了，诚意赴山海播出无望，女二辱华录音被曝。昨天，诚意的粉丝们还在等着赴山海5月开播，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追剧。结果，腾讯视频甩出5月片单，愣是没看到赴山海的影子。这部剧可是被粉丝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大家都盼着它能成为暑期档的王牌，甚至有人喊出要重现《仙剑奇侠传》的荣光。可现在片单一出，粉丝们的心都凉了半截。事情的起因还得从一部录音说起。4月中旬，网上突然冒出一段李凯欣的私下吐槽，他在录音里口无遮拦，说了句中国人大部分就这样，有钱赚不就行了吗？我又不是为了红。这话一出，网友们炸了锅，这不就是典型的端着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吗？更离谱的是，爆料的人还是李凯欣的前助理。这位助理不光放了录音，还一口气发了10几条长文，把李凯欣的老底抖得干干净净。助理爆料，李凯欣不仅私生活乱七八糟，还多次发表不当言论。他甚至放话说，手里还有聊天记录，证据多得能装一麻袋。网友们一听，立马化身侦探，把李凯欣的过往扒了个底朝天。有人发现，他早年曾在学校里欺负同学，甚至过春节时故意用 Lunar New Year 来膈应人。这些事儿一件件摆出来，网友们直呼这姐真是黑料比人还多。更让人意外的是，李凯欣和他的团队面对这些爆料，愣是一个字没吭。网上吵得热火朝天，他那边却跟断网了一样，连个道歉的标点符号都没见着。这态度摆明了是默认了。可他不回应，剧组的动作倒是快得像踩了风火轮。录音是4月10号爆出来的，但早在4月9号，剧组发的片花里，李凯欣的名字和镜头就被删得一干二净，连角色介绍都改成了无名氏。这操作简直是危机公关的教科书。剧组这么做，显然是想把李凯欣的影响降到最低。可惜，戏还没播，影响已经来了。赴山海原本被看好能成为爆款，现在却因为李凯欣的烂摊子，播出时间一拖再拖。最惨的还是程毅和古力娜扎这2个主演，他们俩一个是靠演技一步步爬上来的拼命三郎，一个是好不容易接了大女主戏的倒霉蛋，结果全被李凯欣拖下了水。程毅的粉丝提起他，个个心疼的不行。这哥们从青云志的小配角到莲花楼的武侠顶流，靠的是真本事。拍琉璃时，他高烧39度还在吊威亚，硬是没喊一声苦。这次赴山海，他一人分饰3角，卯足了劲想再上1层楼。粉丝们都等着他靠这部剧大火，结果却被李凯欣的破事搅了局。古力娜扎就更别提了，她接这部戏时，以为自己是大女主，谁知道戏份还没女2号李凯欣多。据说李凯欣的戏份比她多了快2倍，娜扎简直就是个陪衬。现在好了，戏份少不说，还要跟着背黑锅。粉丝们气得直骂，这叫什么事啊？说到李凯欣，这位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含着金汤匙出道的星二代，15岁就被大导演许鞍华挑中拍广告，后来资源好的让人眼红，《海上牧云记》《我的波塞冬》这样的 IP 剧随手就能接，可资源再好也架不住他自己做。他早年就因为和霍建华的合照惹过争议，那张照片里他和霍建华头挨着头，
笑得别提多亲密了。关键是霍建华的老婆林心如就站在旁边。这照片一发，网友们都看傻了，这姐是真不懂分寸，还是故意查？事情还没完，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有人觉得李凯欣这事是个教训，艺人的有点底线，不然迟早翻车。也有人说剧组反应快，兴许还能保住这部剧。